到 Miki 的频道，今天想介绍的是在彰化鹿港的阿美姨面线糊。有一个网友说呢，他这间的话是这整条街最好吃的面线糊。那可是我这整条街我就只看到这一间面线糊啊。不过呢，既然有人这么大力推荐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来尝尝看咯。那这边的话呢，我点了大肠面线。它汤头的部分呢，我觉得还蛮清淡的，那可以吃到一些沙茶的味道，那还是属于中等偏浓的勾芡，那面线的味道还蛮重的，不过它面条算是软嫩的那种，那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瘦肉的肉燥在里面。那它的大肠的部分呢，也是软嫩，它有卤制过，但是它的猪味偏重，有一些肥肉的感觉。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敢吃这种类型的大肠。那它的辣椒还不错吃，那旁边也有看到胡椒粉。那我发现鹿港这边的店家，面线糊的店家，我已经吃了3间，它都有在旁边放胡椒粉，可能大家都会加吧。那我就想说尝试来加加看，那我发现其实也蛮适合的。可是忽然间就觉得，好像很熟悉，就觉得它变得有点像是菜头汤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像是那种便当清汤的味道出现。整体来说，这间的话呢，算是应该在地人会喜欢的店。接下来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其实今天没有特别想讲什么啦，那我就逛了鹿港这边。鹿港这边的一个庙，可以顺便参拜一下，它刚好也就在这个面线店的旁边而已。那其实这附近啊都有蛮多美食的，不过我觉得像鹿港这边比较有名的，像黑糕啊，还有那个蚵仔煎啊。我反而最不喜欢这2个东西啊，我吃了好几间都很幸运的吃到不新鲜的，那可能我太挑剔了啦。这有一间芋头超好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啦，很扎实。鹿港这边的那个番薯饼和鸡饼我一定会买，不过要挑店家，我会买在有卖芋头的这边的这条小路里面的右手边这间。我曾经买过庙前的某一间啊，就吃起来伦，那间我就再也不会捧场了。在这里啊，也可以惬意的逛逛老街，走进小巷，到处看看，那感受一下历史与人文风情。那这边还有很有名的摸乳巷，那绅士们呢到这边就可能会发现，其实它还蛮宽的，根本不可能摸乳啊，除非那个人很巨大。身材很巨大。那关于这个摸乳巷的历史典故呢，会有人想知道？这种事情会有人想知道吗？其实它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哦。就是它当初为什么会叫做摸乳巷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就在菜园里菜园路38、40号之间。那在这边的话呢，日治时期有加了盖子，它原本听说是水沟，所以它才变成一个巷子。那它的名字的由来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男女在巷子里面反方向相遇的时候彼此错身而过的时候，因为女方的胸部比较突出，所以说男生很容易触碰到，但是君子都会避免它，所以又称为君子巷。不过正常男女之间交错而过的时候，女生应该通常会转向面对巷子的方向啦，所以也不太可能会碰触到，所以他故意顶过来之类的。第2种说法呢，就是第3种说法比较特别一点，它是说古时候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大家都希望可以生男生。这个摸乳巷呢，像梦一样的冗长，所以又称为梦灵巷，就是喜获麟儿的麟。然后梦灵巷呢，在台语就是梦灵，就是蒙灵的谐音所以说时间久了又被称为了摸乳巷。我怀疑是不是真的会有人听我把这些讲完。那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蛮宽的，然后查了资料才发现说，其实它其中有一段真的比较窄，就大概不到70公分的宽度。